Hello，大家好。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房地产市场差，不一定是亏钱的。很多投资人在地产上面亏钱，其实是犯了这三大错误。我们来拆解一下华人投资地产的三大坑。误区一：看不懂项目也敢投资。很多的投资人看不懂项目，被那些糊里花哨的数字迷惑了，被百亿的投资、政府规划等等这类的宣传所勾走。我想说的是，房地产的投资其实一点都不性感，尤其是在美国，你想爆仓，不要投房地产。股市、币圈可能更适合你。看不懂回报率不要投资。很多的投资人看到 IRR 18%，ROE 20%，回报这么高，直接上头了。地产项目给你的这些数字，基本都是假设的。任何一个假设的数据不符合事实，预测回报就完全不一样。之前的视频专门讲了如何看懂项目的回报率，不明白的朋友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。现金收入房产回报率的测算模型。误区二：赌增值，忽略了现金流。很多人听过这样的说法，这个地段以后会火起来，等亚马逊的大厂搬过来，房价就会翻倍。我想说的是，房地产的底层逻辑是靠现金流来稳健盈利的，不是靠赌未来来涨价的。现金流就是指租金，没有租金的房地产的投资就是在赌博。行情好的话，就是风口中的猪，但是风一停，就会很容易的摔下来。土地开发最赚钱，但是确实是需要政商两界的本事。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做一些咱们心安的事情。在哈佛上课的时候，教授有说过一句话：记到现在，房地产是个摇钱树，它能给您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。房地产的本质是现金流的游戏，租金才是最根本的筹码，涨价是惊喜，现金流才是饭碗。误区三：跟机构硬碰硬。最后一个也是很多的高净值华人常常犯的错误，用国内的投资的思路来投资美国，就像是投资北上广一样的，只盯着纽约、洛杉矶、湾区等等华人非常多的区域，这个思路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这些大城市的机构投资人很多。就比如亚特兰大这种还不算特别一线的大都市，用1年的时间做了150个项目竞调，递了将近30个 offer， 结果一个都没有搞定，价格跟着卖方的差别太大了，综合回报率至少在12%以上，但是机构的投资人8%到10%都可以收房，这些是没法比的。后面再也不在那些主城区跟机构的投资人卷了。换了一个思路，比如最近一个地产的基金项目，就是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旁边的一个小城市。虽然说不算大，但是区域中的家庭的中位数收入有12.9万，是阿拉巴马全州平均收入的2倍。小城市的教育和商业也是特别的活跃，但是地产的竞争会少很多，所以能拿到回报率较高的项目，跟机构抢核心的城市项目，不如转身去找被忽略的机会。在这里也送给地产的投资人3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，关注债权市场，现在的市场缺钱，利率的高企，债权的投资反而比股权更加的稳健。看到很多的投资人上来就投普通股 LP， 但是我想说，现在的市场很缺钱，债权的投资的收益，尤其是优先股设计的机构，收益也很香。与其冒着最大的风险，可能会拿到16%的年化回报，
更加的愿意拿到稳健的12%的回报率。目前有个基金的优先股，投资人收益是12%，后面有29.3%的普通股作为劣后的资金，也就是说，项目在每个月付其银行的贷款的利息之后，我们的投资人第一个发分红，等到我们12%的优先分红收齐之后，29.3%的普通股的才能有收益。并且这个项目持有期是3到5年的时间，3年的初始期，2年的延展期，但是基金可以决定是否延期，所以在整个的资金的结构里面，我们是最先退出的，这也就意味着先优先的收回本金。同时，项目的发起人还承担个人还本付息的担保。当然了，项目选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种架构基本是在基金的架构中收益最为稳健的类型。在动荡的时期，与其比拼股权的回报，不如配置一部分的债权投资。第二个建议就是关注 syndication 活跃市场，抄底低价的物业。目前美国很多 pre-foreclosure 法拍前资产都是在2022年左右被高价购入的，那个时候的市场是非常的活跃，很多的私募基金都很激进，尤其是在测算项目的租金增长的时候都是乐观的，用了2021年5到10%的增幅，但是事实上2024年的租金不增反而降，2025年也是基本的持平，再加上突如其来持续的3年的高利息，现金流一下的断掉了，很多那个时候购入的项目都在 foreclosure 法拍的边缘，与其被银行法拍，不如自己主动的7折卖掉，所以目前买到比原价低30%的项目不算啥稀罕的事情，尤其是在达拉斯和奥斯汀的一带。第三个建议，关注2级或者3级区域的市场 ，suburban office， 这是被严重低估的稳定资产。我知道一提到办公室，很多人就会谈虎色变了。美国的办公楼平均的空置率现在在30%左右，但是这只是针对大城市市中心的高层的写字楼。目前在2、3线的小城市，尤其是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区域，小型的写字楼的物业租户是非常的稳健的，都是会计师、律师所、保险公司、各类诊所、房产公司一类。这类住户多年来服务区域内的高收入人群，付租非常的稳健，风险低，管理也简单。这类物业大机构一般是看不上的，个人投资人看不懂，正是被忽略的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向。总结一下，投资地产基金3大误区：要避免盲目的投资，不看现金流，不要硬跟机构去竞争。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现金流，美国房地产的持有成本较高，负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正向的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地产的增值考量。稳定的现金流的收入才是投资房地产的制胜法宝。必须确保有充足且持续的现金流来覆盖所有的支出，否则房产会迅速从资产变为沉重的负担。稳定的现金流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前提条件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房地产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